宫宴上，皇后娘娘亲自替我和靖安侯赐婚，神母和堂妹站在一旁，满脸幸灾乐祸。靖安侯虽未成婚，府上却常年住着2位姑娘，一位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女，多年来一直在其身旁侍奉；一位是老侯爷的救命恩人之女，才几岁时就被接入府中教养。众人都赞靖安侯府有情有义，可一提起要将女儿嫁过去，却是谁也不愿意。一个恩字，一个孝字，光听着就叫人心惊胆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薛姑娘，靖安侯年纪轻轻便有爵位在身，自己又是个上进的，本宫今日为你2人赐婚，你可愿意？说是询问，可皇后娘娘都开了金口，又哪里有我拒绝的余地？京中谁不知道靖安侯的婚事难办，高门贵女不愿意掺和他那后院一摊子事，小门小户的女子又入不了顾老夫人的眼。老夫人挑来拣去，就挑中了空有爵位而无实权的宁远伯府，求了皇后娘娘赐婚。神母一听就慌了神，说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未成婚，不好叫妹妹越过我去。这桩婚事就落到了我头上。我跪在地上，心中思绪万千。父亲去世后，二叔承袭了宁远伯的爵位，他是庶出，与父亲向来不和。祖母在世时还能护着我和母亲1、2，可从2年前祖母先逝，我们的日子就越发艰难，吃穿用度被克扣不说，还得时时看神母和堂妹的脸色。母亲早些年就给外祖家去过信，让表哥考取功名后便来提亲。舅舅和舅母都是好相处的，我若同表哥成了婚，还能将母亲接去，和外祖一家团聚。可现在一指以下，此事再无转圜的余地。我想着母亲被神母讥讽，却只能尴尬陪笑的样子，捏紧拳头谢了恩。纵使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为我和母亲闯上一闯。回府的马车上，堂妹笑盈盈看着我，堂姐，母亲可真偏心，这样好的婚事竟然先给了姐姐。姐姐来日当了侯夫人，可要日日感念母亲的恩德。我对上薛婉晴虚情假意的面容，心中堵得慌，忍不住刺她几句。神母的恩情，我自会记得，也望妹妹那位情郎能早日前来迎娶。薛婉晴闻言收起了笑，冷冷看着我。薛庭云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去靖安侯府享福的？那顾清章承袭爵位才几日，能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还另说，光是他后院那2尊大佛，就有你好受的。我日后可是要做侧妃的人，劝你对我客气点，不然的话，有你们母女好看的。我攥紧手中丝帕，想着母亲日后还要在侯府过日子，生生将这口气忍了下来。二叔袭爵后，去户部领了个差事，又不知用什么法子搭上了成王，私底下没少替他干脏活。薛婉晴父女的事原本与我无关，可他既然敢牵扯我母亲，就也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靖安侯府纵有千般不好，可我嫁过去后就是侯夫人，做起事来比当闺阁女儿时要方便不少。我看着薛婉晴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心里竟对这桩婚事隐隐有了些期待。6月15一嫁娶，我带着2个贴身丫鬟和为数不多的提己钱，上了靖安侯府的花轿。往后这日子过得如何，就全看我自己了。盖头挑起，一张冷峻的面容出现在我眼前，棱角分明，目若寒星。红色喜服一丝不苟贴着脖颈，更显得她身姿挺拔。我只微微愣神了一瞬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门外就传来了丫头的呼喊声：侯爷，不好了，我们小姐心急又犯了，疼得厉害，还请侯爷去看看吧。我没有说话，静静等着顾清章的回应。他眉头紧锁，为难地看了我一眼。宁香素来身子不好，我去看看，等她喝了药就回来。屋外丫头的叫喊声越来越大，我心下一沉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正色问道：敢问侯爷，可是有意要那送妹妹入府？这话问得实在过于直接，顾清章看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几分不满。宁香的父亲于侯府有恩，我确认他身子无碍后，自会回来，夫人不必如此试探。说罢，转身便向门外走去。我壮着胆子上前拦住了他的脚步。听侯爷这话，并无要迎送妹妹进门的意思。既如此，侯爷深夜前去，
岂非坏了妹妹清誉？顾清章脚步一顿，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继续说道：宋妹妹是恩公之女，身份贵重，日后定是要许个好人家的。侯爷与妹妹自是清清白白，可他日后的夫君听闻此事，难免心怀芥蒂。侯爷可千万别好心办了坏事。顾清章坐回床边，面色稍稍缓和。只是宁香那边，我坐在他身侧，一副为他排忧解难的模样。若是平日，该由我带侯爷前去探望才是。可今夜是我与侯爷的大婚之日，不便前往，不如就请母亲身边的崔表妹去看看。她们都是女眷，说起话来也方便。顾清章见我将事情安排得当，此时也冷静下来。方才是我误会夫人了，还请夫人见谅。夫君在大婚之夜要去探望其他女子，若是寻常贵女，只怕早就气得流泪。可我进侯府不为情爱，只求一个安稳度日，此时心中倒是没什么感觉，笑着应了一句：我与侯爷夫妻一体，侯爷不必如此客气。顾清章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吹灭烛火，继续着刚刚被侍女打断的大婚仪式。我感受着唇上的温热，心里却在想着，崔家表妹与那宋姑娘向来不对付，一位有老太太撑腰，一位占着救命之恩的大义，今夜碰上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？次日天还未亮，彩云就将我叫了起来。身侧的床铺早已冰凉，顾清章自幼习武，每日寅时不到就会起身练习枪法。我听着窗外的长枪破空之声，微微勾唇。顾清章越上进，我日后的孩子前程才会越好。想罢，心情都好上了几分，吩咐彩云替我好生装扮。今日要给老夫人敬心腹茶，可万万马虎不得。一番梳洗打扮后，也才寅时3刻。顾清章一身黑色劲装从门外走来，看见我时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艳。我自幼容貌清丽，在家中时，为了不惹神母和堂妹的脸，总是衣着素净，也很少戴首饰。今日盛装打扮，一来是为了不叫人觉得我小家子气，先敬罗衣后敬人这话，不论放在何时都是适用的；二来是为了在顾清章心里留下个好印象，食色性也，他自然也不能免俗。我看着顾清章面上泛起的薄红，上前替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。侯爷爷换身衣裳吧，一会儿还要去给母亲请安呢。老夫人的寿安堂离正院很近，刚进院门，一位黄衣女子就笑盈盈地迎了上来。表哥表嫂来了，语气亲昵，只是目光扫过我挽着顾清章的胳膊时，笑容有一瞬间的僵硬。老夫人只说了些夫妻和睦，早日开枝散叶的话，就让我起了身。她虽对我的出身不满，但也没有过多为难，只是话里话外绝口不提学习长家一事。我看着一直恭敬侍奉在老夫人身侧，连倒水都亲力亲为的崔家表妹，眸色暗了又暗。老夫人身子不好，长家对牌一直都是这位表妹在管着。她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只要哄好了老太太，这府中就永远有她的一席之地。跟昨晚犯病的那位比起来，眼前这位崔姑娘才是个难对付的。去完老夫人处，我便主动提出要去看看宋宁香。路上顺理成章问起了他父亲的事。顾清章想着日后要我对宋宁香多多照拂，将宋父的事情说得很是详细。宁香的父亲原是我父亲的护卫，有一年春日，父亲上山围猎，撞上了刚出洞的黑熊，是宋护卫他们拼死相救，父亲才得以逃脱。我注意到顾清章的话，问道：他们，也就是还有其他护卫救了父亲，我怎么不曾见过他们的家人？顾清章微微皱眉，但还是继续回答：那件事后，父亲给每个护卫的亲眷都置办了宅子和产业，够他们一世衣食无忧。宁香一开始是跟着他母亲的，只是他母亲身子弱，伤心过度，没几个月就去世了。父亲见他年幼可怜，这才将人接回府中照料。我点了点头，状若无意地说道：原来是这样，宋妹妹还真是可怜，侯爷可得好好为她挑一门亲事。若是亏待了恩人之女，可是要叫人寒心的。和聪明人说话要点到即止。顾清章自幼混迹军营，他可能不懂后院女子的弯弯绕绕。
可不会不懂如何施恩育下。同样是为侯府丧命，宋宁香如今金尊玉贵地养在府里，比老夫人的亲侄女还要横上3分，而其他护卫子嗣却只得了些金银俗物。他们在听说宋宁香的待遇后，对侯府究竟会是感恩还是怨怼呢？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这个道理，熟读圣贤书的顾清章想必比我这个深闺妇人要更明白。和聪明人说话，点到为止即可。我没有再提那些护卫的事，而是向彩云问起了宋宁香的病情。彩云一早就去打听了消息，立即回话：昨夜表小姐去时，宋姑娘疼得不能起身，大夫查不出病因，只开了些温补的方子，让好生休养。表小姐便留了2个嬷嬷在那，让他们好生看顾宋姑娘，别让人乱跑中了暑气。话说的体面，可实际上就是变相禁足。我们还没到院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瓷器落地的声音。顾清章没让人通传，大步向屋内走去。宋宁香正对着嬷嬷们叫骂，乍然见到顾清章，又惊又喜，立刻换了一副委屈的表情。侯爷，您看这些嬷嬷们竟敢拦着不让我出门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顾清章却没像他期待中的惩罚嬷嬷，解除他的禁足，而是神色复杂地看着他。宁香，你可知道，你砸碎的这些瓶子，够外头寻常人家1年的吃穿用度了。宋宁香不可置信看着他，侯爷这是嫌弃我多事了。说罢，捂着脸哭倒在床上。父亲母亲，宁香好想你们，你们要是在的话，宁香又何必寄人篱下，遭人厌弃。往常宋宁香这么一闹，不论是顾清章还是老夫人，都会对他有求必应。可现在顾清章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，连安慰的话都没说一句，就离开了他的树玉轩，只留下宋宁香愣愣坐在原地。次日，顾清章便将其余护卫家眷都接进了侯府，男子安排进军营历练，女子则请来嬷嬷教规矩，许诺日后会给他们安排一门好亲事。新来的几位姑娘倒是很伶俐，绝口不提什么救命之恩，只说护主员就是分内之事。如此一来，宋宁香的处境就颇有些尴尬了。她从前总是以侯府恩人之女自居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。如今其余人等表了态，她在拿桥，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我听着消息，轻轻勾了勾唇角。大婚之夜就敢装病从主母房中抢人，我若是不给这宋姑娘一些教训，岂不是日后人人都能将我的脸面放在地上踩？新进府的几位姑娘和宋宁香年纪差不多，在府里学了2个月规矩后，就由老夫人出面收为义女，欢欢喜喜择婿去了。一时间，靖安侯府在京中名声大盛，顾清章更是被升上褒奖，升为了4品中郎将。我也因此得了老夫人一些赏赐。彩云整理着库房，有些不解。夫人刚成婚时，老夫人都没想过要赏些东西，怎么如今倒是3天2头送上？我笑着抿了口茶，细细端详着寿安堂送来的一件红宝石头面。宋宁香原本是侯府立起来的一个活招牌，用来彰显靖安侯府的仁义。可没想到渐渐养大了宋宁香的心思，连带着侯府也进退两难。先前我同顾清章说的话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，都帮侯府解决了大麻烦。老夫人自然满意。宋宁香经此一事后很是安分，借着从前养病的由头，躲在院中不出来，生怕老夫人也将她给嫁出去。倒是寿安堂那位表小姐开始有了些动作，短短1个月就往正院安插了2个探子，虽只是做些粗使活计的3等丫鬟，可看着就是让人心烦，总有种被监视的感觉。原本我还想着先探探这崔姑娘在老夫人心中的分量，再做打算，可如今看来，这管家之权还是要捏在自己手里才能安心。很快机会就来了。8月初3，老夫人50大寿，我给宁远伯府和成王府都下了帖子。靖安侯府近来风头正盛，想来他们会给这个面子。寿宴当天，顾清章在外迎客，我则陪着老夫人在内院接待女眷。母亲那边我早就去了信，让她今日称病不来。宁远伯府只有神母和堂妹赴宴，他2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眼高于顶，尤其是堂妹，刚落座就开始含沙射影。老夫人还真是心疼姐姐，生怕姐姐劳累，
还让侄女替姐姐管家。说罢，武唇轻笑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在场众人都听见。我面露难堪之色，余光却始终注视着和老夫人一起坐在主位的程王妃。见她被这边动静吸引，这才放下心来。程王妃母家显赫，容貌绝美，成婚后又生下了2子1女，方方面面都无可指摘。可偏偏有个善妒的毛病，容不得成王身边有其他女子。成王还想着要借岳家的势力登上皇位，便也都事事依着成王妃。这也是为何他相中了薛婉晴，却迟迟不将人迎进府中的原因，只在暗地里悄悄接触。我还在宁远伯府时，就见过几次薛婉晴给成王身边的人递东西，还十分得意地告诉我，成王那从不离身的龙纹双环佩，就是他给打的烙子。我看着他腰间和成王如出一辙的玄金色攒心梅花络，微微挑了挑眉。绳结有语，络子传情。不知成王妃看见这如同定情信物一般的络子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正想着，一道清脆的女声就在屋内响起：“薛二姑娘，这荷包倒是别致，可否给本王妃看看？”场中瞬间安静下来。薛婉晴看向怀王妃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却也只能恭恭敬敬将荷包奉上。怀王妃细细端详了一会，便将荷包还了回来，还笑着赞了几句薛婉晴心灵手巧。薛婉晴这才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般坐了回去。只是她没发现，怀王妃身边那侍女看她的眼神，已是如同在看死人一般。薛婉晴一事只是个小插曲，眼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老夫人身边的周嬷嬷便传了酒菜。老侯爷去世后，府中守孝3年，不得有歌舞宴饮。今年正好出孝，又赶上老夫人50寿辰，这宴会就办得格外隆重了些。雪燕雄矾等菜色自不必说，就连金睛鹿这样的御酒也是人手1壶。席中自然有人识得这酒贵重，连连称赞。可话音还未落地，就被身旁侍女尖叫着将酒杯打翻。夫人，这酒里有东西。众人都下意识看向自己的酒杯，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细细的小虫子。有几位刚喝过酒的女眷当场就干呕了起来。老夫人的脸色难看至极，崔锦瑟更是站在一旁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赶紧让人带了那几位夫人下去，请府医前来诊治。虽说没什么大碍，可他们也没心思再回宴上，客气2句便告辞了。没喝过那酒的夫人小姐们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却一口都不曾再用过桌上的菜。一场寿宴可谓是办得尴尬至极，老夫人连备好的戏班子都没请出来，就勉强笑着送了客。刚回到正院，就有小丫头急急忙忙过来报信：“夫人，前院那边出事了。”待她说完，我才知道宋宁香竟趁人不备，偷偷溜去了前院，还在顾清章和其他客人面前落了水。毕竟是恩人之女，顾清章也不好叫侍卫小厮下水救人，只能自己将人捞了上来。如此一来，就是顾清章不愿，也不得不纳宋宁香入府。彩云给小丫头拿了赏银，狠狠跺了跺脚：“夫人，那宋氏竟趁我们忙着内院寿宴的时候算计侯爷，实在是可恨。”见我一副不甚在意的样子，急得脸都红了。夫人，宋氏惯会挟恩图报，还是个姑娘家时就敢从您房中抢人，要真进了侯府，岂不是更加难办？我笑着拍了拍她的额头：“你呀，还真是关心则乱。从前宋宁香难对付，是因为她是府中贵客，我们若苛待了她，难免叫人说侯府闲话。可她放着好好的正头娘子不做，非要使这下作手段入府为妾，那便要好好守着做妾的本分。若是有什么错处，只管按规矩罚了就是。”正说着，寿安堂就来了人传话。屋内气氛压抑，顾清章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崔锦瑟坐在老夫人身旁，不住地擦着泪。姨母、表哥，锦瑟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酒都是使了大价钱买回来的，前几日我还亲自查看过，谁知道今日就……老夫人见侄女这般，不由得心软了几分，试着帮她说话：“清章，今日之事也不全是你表妹的过错，想来定是采买之人欺负你表妹年轻心善，这才以次充好糊弄她。”我坐在顾清章身侧，不紧不慢地喝着茶。采买一事原是王管家的堂弟在管着，
崔锦瑟长家后，就将这肥差给了自己奶娘的儿子。王管家面上不敢说什么，心中却颇有些怨言。前几日我只稍稍暗示了一番，他便私下给彩云递了信，愿意助我一臂之力。老夫人一心想把过错都推到下人身上，顾清章却不想就此结果。从前我未娶妻，母亲身子又不好，这才让表妹帮着管家。如今庭云嫁进来有2月，再叫旁人管家，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，到底不是正经主子，也难怪那些奴才们随意糊弄。酒菜出了问题不说，连宋宁香那么大一个活人也看不住。表哥，听着顾清章的斥责和这一口一个的旁人，崔锦瑟又是羞愤又是伤心，捂着脸跑开了。那哭声听着可是比方才真切了许多。老夫人知道顾清章此时正在气头上，也不想真和亲儿子较劲，叹着气让嬷嬷去拿了管家对牌。只是前几日对我的好态度荡然无存，冷着脸训了半个时辰的话才让我离开。夜间，顾清章宿在了书房。晋安侯府前些日子才得了圣上褒奖，今天就弄出这样的事来，他心里定是不痛快极了。我从成婚第一日起，便知道顾清章心中最重要的永远是侯府，是前程。崔锦瑟今日让侯府丢了脸面，顾清章不论如何都不会让他再继续管家，甚至连刚刚的口出恶言，只怕都是有意为之的，为的就是出心中这口气。还有那宋宁香，算计如此明显，只怕也落不到什么好处。第二日一早，前院那边就传来消息，将宋宁香抬了姨娘，让搬去芙蓉阁居住。宋宁香从前住的是府中仅次于寿安堂和正院的舒玉轩，院中只住了她一个人，却配了2个嬷嬷和6个丫鬟，一应桌椅摆设也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。那芙蓉阁名字好听，其实不过是府中通房的住处，一人只分得1个小监和2个粗使丫鬟。原本宋宁香就是不搬去，也无人敢智慧些什么，可顾清章偏偏要她由奢入俭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管家权一事，老夫人当着顾清章的面没说什么，转头却将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日日请安时，都要我在院中站上半个时辰，还要贴身侍奉他喝茶用膳，稍有不顺心的，他就是一顿斥责，累得我每日回房倒头就睡。顾清章来过几回，见我已经睡下，便去了芙蓉阁。宋宁香见机会来了，哭哭啼啼地求顾清章原谅，说自己只是过于爱慕他，怕老夫人将自己许配给别人，这才出此下策。男人嘛，到底是享受被人仰慕的。见宋宁香说的情真意切，心下也软了几分，连着在他那留宿了好几夜。清晨，我照旧早早起来梳妆打扮，用过早膳后去给老夫人请安。正吃着小厨房送来的8珍粥，彩云急急忙忙跑了进来，低声道：“夫人，彩欣回来了。”我放下汤勺，右手轻轻在小腹上抹撒着。不出意外，老夫人定是想让崔锦瑟入府的，只是我刚成婚时不便开口，后来又出了寿宴上那一档子事，她便更没机会说了。若是让老夫人寻到了合适的时机，说不定她还真能替崔锦瑟要来个平妻之位。不伤及侯府声誉的事，顾清章是向来不会违逆老夫人的。到时候一个孝字压下来，我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将主动权揽在自己手上。在寿安堂站了半个多时辰，周嬷嬷才悠悠走了出来。我看着周嬷嬷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给彩云使了个眼色，在众人惊恐的神色中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已是在正院床上。顾清章坐在床边，眉头紧锁。老夫人和崔锦瑟也都是满脸焦急，只是不知真心还是假意。彩云见忙端上一碗汤药，声音中还带着哭腔：“夫人，您可算醒了。大夫说您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因着是孕早期，近日又操劳过度，所以才会晕倒的。”我一脸惊喜，随即又担忧地摸着肚子。孩子呢？大夫怎么说？孩子可还好？彩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顾清章就抢先开了口：“孩子没事。”又朝着老夫人道：“庭云这有我和大夫照看着，母亲身子不好，就先回去歇息吧。老夫人也知我今日晕倒是为什么，让我好生休养，坐稳胎前都不必去请安。”
屋内只剩下我和顾清章两人。他叹了口气，亲自给我喂着药。孝顺母亲是不错，可你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。怎么连自己有了身孕都不知道？这是在怪我没照顾好他的子嗣。我佯装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双眸含泪。是妾身不好。侯爷年纪轻轻就要挑起振兴侯府的担子，身边又没有兄弟帮衬，只能靠自己筹谋打拼。妾身不懂朝堂之事，娘家又不得力，就总想着要替侯爷打理好侯府，孝顺婆母，管教妾室，不让侯爷有后顾之忧。今日之事是妾身失职，还望侯爷见谅。顾清章拿着药碗的手微微一愣，面上难得有了几分动容。母亲偏疼表妹，叫你受委屈了。我用手环抱住他的腰肢，闷声道：只要侯爷明白，妾身就不委屈。顾清章回抱住我，看着我睡下后，才离开去书房处理政务。接下来1个月，他日日都来正院用膳，似是被我那日的话打动，有时还会和我说些朝中之事。我也不乱说话，只静静听他倾诉。见他累了，便说些教养孩子的事，让他放松。一来二去，他对我也算有了几分情意。等到坐稳了胎，已经是深秋时节。老夫人说了，有事要和夫人商议，还请夫人移步寿安堂。传话之人是老夫人身边的周嬷嬷，她在不复以往的做派，一副恭敬有加的样子。我看着已经有些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心知崔景色这是等不及了。想着彩星在外安排好的人手，这才扶着腰起了身。寿安堂内却是难得没见到崔景色的身影，只有老夫人和几个嬷嬷在内。老夫人寒暄几句，先问了问我的身子如何，得到满意的答复后，放下茶盏，皱着眉开了口：如今也快到年下了，府中事务繁杂，总不好叫你一直这般操劳。锦瑟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样貌品性都没得说。清章前些日子说他管家名不正言不顺，我想着也是这个理，不如就让清章娶她为平妻，一来能帮你分担些侯府事宜，二来也能叫清章身边有个知心人伺候。你离生产还有些日子，府里那几个又不得清章喜欢。锦瑟是他的亲表妹，二人从小一块长大。平妻一事，昨日清章也同意了，我今日是想问问你的意思。儿媳都听母亲的。老夫人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答应，准备好的理由一下子噎在喉间，有些震惊。你当真同意？我笑眯眯点头，心里却在不住腹诽。他们母子二人都同意的事情，我就算反对又能如何？不过就是白费些口舌而已，说不准还要担上个擅妒的罪名。老夫人见我笑容真诚，面容缓和了几分，语气欣慰：你倒是个好的。说罢，又送了我一套赤金点翠红宝石头面和2串红珊瑚珠子，都是他压箱底的好东西。晚膳时，我让人去请了顾清章。人刚落座，我就递上一张单子：侯爷请看，这是我方才拟的章程。平妻按例只能做6抬大轿，可锦瑟毕竟是老夫人的亲侄女，妾身怕委屈了她，就做主改成了和正妻一般的8抬大轿。侯爷看看，可使的？顾清章倒是没什么震惊之色，似乎在他看来，我就应该是个愿意在孕期替夫君操持娶平妻事宜的女子。细细看过单子后，拿笔画去了几个地方。锦瑟是母亲2弟的女儿，几位舅舅早已分家，二舅只是母亲的庶弟，又未入仕。锦瑟算不得什么官家小姐，娶她也不过是未遂母亲的心意，聘礼不必如此丰厚，花轿也只用6抬即可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屋外传来一阵喊声，顾清章握笔的手一顿，在花轿2字上晕开一个难看的墨点。来人是顾清章身边的小厮，进来后有些瑟缩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开了口：侯爷，门口来了个姑娘，闹着要见您，说是您的旧识，叫什么若恒。啪嗒，毛笔落在地上，顾清章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朝我挤出一个生硬的笑，听着的确像是故人。夫人先行用膳，我去看看。彩云望着顾清章的背影，有些气恼，便是知道夫人有孕时，也不见她如此失态呢。这是气得连侯爷都不叫了。我有些好笑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。原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的人突然又出现了，又有谁会不激动呢？我随意朝地上丢了几个瓷碗，对着彩云吩咐道：
去请大夫，今夜不论谁来，都说我动了胎气，不能再情绪激动。一夜好眠。次日，从我成婚后就被派去照顾母亲的彩星回来了，还带来了2个消息。一是我的堂妹薛婉晴，前几日男扮女装跟着成王逛青楼，被人认出，当众戳穿了身份。二叔和成王都被言官攻讦，成王罚俸1年，二叔则是直接被夺了官职，连夜将堂妹送进了家庙。二是昨夜上门闹事的女子，是从前的太医院院正之女杜若衡，也是顾清章年少时心悦之人。当年杜太医卷入宫中阴私，族中男子流放，女子贬入教坊。好在杜若衡运气好，进教坊没几日就被一个陕北行商看中娶回去。只可惜多年来不曾有孕，丈夫前段日子过世后，她就被婆家赶了出来，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投奔顾清章。彩星在一旁说得绘声绘色，夫人是不知道，侯爷一见那杜氏就红了眼，当即就想将人领到夫人这来。听说夫人动了胎气，又把人带去了寿安堂。老夫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她那一个二婚女为妾，后来实在拧不过侯爷，才同意娶了平妻后再纳杜氏入府。可没曾想那杜氏却不愿意了，说自己只是上门投奔，并无为人妾室的意思。侯爷好说歹说，许以贵妾之位，他才勉强同意。只是他也说了。彩星说到这时格外兴奋，拿出帕子学起了杜氏的腔调。杜家与宁远伯府有旧，当年杜家落难时，夫人的父亲曾出手相助。妾这一路走来，也听说过不少侯府的事情，知道夫人是个好相与的，侍奉在夫人身侧，妾身是愿意的。可崔姑娘，彩星换回原本的声音，继续说道。侯爷一听就急了，当场许诺不会娶崔小姐为平妻，还说要将人送回江南崔家。崔小姐也慌了，说是就算为妾也要嫁给侯爷。屋内乱作一团，老夫人也没法子，只能压着侯爷也给崔小姐一个贵妾之位。彩星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可得扬起脖子干了一大壶茶，这才悄悄对我说：夫人，杜小姐，不，杜姨娘一直说想见见您，当面向您谢恩，您看看见是不见？我摸不准杜氏的脾性，反问彩星：杜氏是你亲自去江南赎回来的，你瞧着怎么样？彩星挠了挠头。杜氏话少，一路上都不怎么和奴婢说话。不过奴婢听春风楼的人说，他会些医术，常常免费给楼里的姑娘看病，想来不是个坏心眼的。我心蓦地一沉，一股异样的情绪涌了上来，说不清道不明，只是无端让人想哭。崔锦瑟如愿以偿进了侯府，虽说只是个贵妾，可到底是能名正言顺接近顾清章了。我也不知该说他聪明还是说他蠢。说他蠢，他又知道隐忍蛰伏，哄得老夫人愿意为他谋划平妻之位；说他聪明，他又偏要在杜氏刚回来时和他起冲突。若是能先松口，等上个1年半载，说不定平妻一事还有机会。顾清章当时一副非杜若衡不可的样子，如今不也照样往旁人院中去？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朝没有妾室扶正的先例。崔锦瑟既选了做妾，与侯府夫人一位就彻底无缘了。3月时，崔锦瑟爆出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我这胎也快满8个月了。彩云、彩星都没有生产过，老夫人又忙着照顾崔锦瑟的胎，我便禀了顾清章，将我母亲接来。从父亲去后，母亲就总是胸闷气短，心头郁结。看过几个大夫，都说是伤心过度所致，只开了些温补的药先吃着。小丫头去到药渣时，正好碰上杜若衡在逛花园，听说是我母亲病了，就多问了几句。第2日就带着一套银针来了正院。我起先并不敢让她给母亲施针，她便改了按摩推拿的手法。几次下来，母亲的病竟真的好了许多。我见她确实精于妇人之症，又没什么坏心，就与她多来往了些，有时还会叫她前来一同用膳。5月中，距我生产期还有几天时，崔锦瑟终于坐不住了，买通人手在我的吃食中下了红花。我有孕后，彩云、彩星就打起了12分精神。那掺了红花的凤梨酥还未出小厨房，彩云就将消息递到了我这。杜若衡有些不解，就算夫人这胎生不下来，她也当不上侯府的正妻，为何非要冒着风险做这些事？
我看着那甜香诱人的糕点，冷笑道：“这糕点里头放了10足10的红花，吃下去不仅这一胎保不住，今后都再无生育的可能。他身后有老夫人撑腰，若是再生下侯府唯一的男丁，不是正妻，也胜似正妻了。”杜若恒还是不解，就算是夫人不能生了，这府中还有其他侍妾同房，生下孩子记在夫人名下，也照样是嫡子。他难道还能给这府上女子挨个下红花不成？我想着前段时间得来的消息，眯了眯眼睛。何必如此麻烦？他不想其他女子生下顾清章的孩子，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不就好了？见杜若恒还是一副愣愣的样子，彩云在一旁好心提醒。崔姨娘身边的绣花近来每日都去前院给侯爷送安神汤。杜若恒眼睛瞬间瞪得老大。我试探道：“怎么心疼顾清章了？也是，后院这么多妻妾，他也就对你还有几分真心。”杜若恒摇了摇头。当年杜家落难前，朝中就有些风声，抄家流放之事向来是祸不及外嫁女的。三妹妹的未婚夫得了消息，连夜就来杜府下了聘。我知道自己没有三妹妹的福气，也不想拖累侯府，就给顾清章寄了封绝笔信。可他却以为我是有意攀附，为和我撇清关系，当场将信撕得粉碎。他有他的难处，我不怪他，只是夫人千万别再说他对我有什么真心，怪恶心的。我在江南时常听人说些话本子，女子落难时若是被某个公子书生救了，势必是要死心塌地为奴为婢的。可若是被哪家夫人救了，就要怨上人家，勾引人家的夫婿，好像我们女子就没有心，就不懂什么叫知恩图报似的。夫人替我从青楼赎身，又改了良籍，对我恩重如山。我感激夫人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和夫人作对？我被她说的脸颊有些发烫，本想说替她赎身，不过是为了让她替我对付崔锦瑟，可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，话到了嘴边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好在彩星及时赶来，打破了这奇怪的氛围。夫人，糕点已经处理好了。我又特意去厨房打赏了当值的厨子，说今日的点心很合您胃口，在场不少人都听见了。我看了看天色，正是清辉园那边给前院送汤的时辰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午膳后，顾清章照例来探望我的身子，才说了2句话，我就感到小腹一阵疼痛，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滑到地上，一片猩红。夫人发动了。彩云惊呼一声，赶紧将我扶到床上。产婆是早就备下的，看见地上的血迹，立马觉察不对。夫人刚刚都用了些什么？怎么出这么多血？彩星将刚刚剩下的糕点拿了过来。夫人午膳时没什么胃口，只用了半碟子点心。今日中计是假，要生产却是真。我见众人察觉到这糕点的异样，便放心进了产房。不知在剧痛中熬了多久，终于听见一声婴儿的啼哭。我浑身无力，沉沉睡去。再醒来时，屋内已经点上了烛火。顾清章满眼血丝地坐在床边，才不到1天，头上竟生出了丝丝白发。我心知这是崔锦瑟的事情败露了，但还是关切问道：“侯爷这是怎么了？怎得如此憔悴？孩子呢？侯爷见过孩子没有？是男是女？”听我提起孩子，顾清章挤出一个有些难看的笑容：“是个男孩，健康得很，现在岳母和奶娘在照看着。我没什么事，只是……”顾清章看着我发白的面色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把话吞进了肚子里，嘱咐我好生休息后就离开了。我大大松了一口气，毕竟安慰自己不能生育的夫君这种事，我还真没什么经验。彩云、彩星见顾清章走远了，这才端着药膳进来，一人为我用膳，一人说起了我进产房后的事情。侯爷听说那糕点有问题后，立刻派了人去查，最后却只查到了一个烧火丫头身上，说是年节时火烧的不好，被夫人罚过，这才怀恨在心，给夫人下药。侯爷自是不信，一番拷打，那丫头才说是收了崔姨娘身边绣花姑娘的银子。老夫人一听就急了，当场就下令将绣花拖出去打死，想将此事了结在绣花身上，免得攀扯到崔姨娘。正巧此时夫人平安生下了小公子，侯爷顾及崔姨娘腹中胎儿，也就默认了老夫人的做法。绣花见崔姨娘并无出手相救的意思，
就将他给侯爷下药一事抖了出来。夫人是不知道，崔姨娘吓得声音都变了，言语间还拿绣画的家人威胁他。只是他也不先打听打听情况，绣画的娘老子和哥哥只会趴在他身上吸血，他又怎么会为这样的人丢了性命？老夫人看崔姨娘这个样子，心知绣画说的十有八九是真的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当时场面乱得很，我趁机将绣画拖出去，给了他银钱和身契，叫他跟着他那小情郎走了。后来侯爷问起时，只说人已经杖杀，尸身拖去了乱葬岗喂狗。侯爷将崔姨娘关起来，派人去把他的院子翻了个底朝天。这一查才知道，崔姨娘不只给侯爷下药，还让他奶娘在外头寻了好几个预产期与自己相近的孕妇，若是生了女儿，就打算将旁人的儿子换过来。侯爷本想将人杖杀了，可一想到他肚子里可能是自己这辈子仅有的2个孩子之一，生生忍下了这口气，把人送到庄子上去了，说是等生产之后再发落他。我喝着药膳，嗤笑了一声。崔锦瑟身怀有孕，就算是给我下了药，只要我没真出什么事，顾清章都不会对他怎么样，只会轻拿轻放，要我和从前一般忍气吞声。只有刀子落在自己身上，他们才会知道痛。11月，崔锦瑟生下一个女儿，只是她孕中日日惶恐不安，连累的孩子身体也不好。顾清章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对崔锦瑟没生个儿子很是失望。我派人将孩子接了回来，记在杜若恒名下，他日后也能有个依靠。顾清章经此一事，更是沉默寡言，一心扑在朝堂之上。寻到机会后，自请去了边关。我和杜若恒都有孩子要教养，便派了宋宁香同去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老夫人从我生产后就一直病着，府中一应事务如今都由我做主。母亲也被我以照顾孩子的名义留在府中，含饴弄孙，好不快活。二叔和沈母趁着年节来过几回，说是看望大嫂和侄女，话里话外却总想着让顾清章牵线给求差事。尤其是沈母，时不时的还要提一提当年赐婚之事，后悔没同意将堂妹嫁过来，也过一过我这好日子。二人走后，彩星气的把他们坐过的椅子擦了又擦。我笑着打趣：好彩星，你就歇歇吧，这椅子都快被你擦得能照出人影了。彩星冲沈母走的方向啐了一口，她还有脸说要不是她，夫人早嫁给表少爷了，又哪里用得着在这吃人的地方殚精竭虑，步步为营。她光瞧着夫人如今日子舒坦，怎么不想想我们夫人受了多少罪？说着说着，声音都带上了哭腔。新婚之夜都过不安宁不说，还要大着肚子替夫君张罗平妻，哪家姑娘会受这般搓磨？只有我们姑娘，我们姑娘受苦了。我摸着彩星的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屋外，母亲和杜若恒正逗弄着孩子，阳光洒下来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。我看着跌跌撞撞向我走来的2个小娃娃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人都说苦尽甘来，往后咱们过的就都是好日子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